着急下班吗？丽娜痛恨加班，如果你不想让她恨你，那就让她先下班好了。一般情况下我不下班，她是不会下班的。难怪她没有男朋友。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以没有男朋友来评价女性。没错，这个问题真该好好研究。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有。你说。一般情况下，我的办公室门不会关的。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话，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我要换律师。什么？那你要换掉何塞还是兰兰？都换掉。为什么？因为有人给我推荐了更好的。谁？廖佳敏。廖佳敏？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廖佳敏？是他毛遂自荐吗？到底怎么回事？我的建议是不换。封印不会介意的。其实他跟廖佳敏还有点惺惺相惜。但是何塞会介意。之前你们合作过，而且他为你赢过官司。其实你也能猜到，是谁给我推荐了廖佳敏。要是换别人就算了。我认识。我们同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法院工作，他父亲也是法官，现在退休了，一直在廖佳敏那儿当法律顾问。如果这么说，何塞的父亲还是何家一呢？可是谁都知道，何塞从来不利用何家一的关系。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换掉何塞呢？他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他已经在开始为你工作了。但问题是，他现在还没开始起诉呢。他在快马加鞭搜集证据，起诉容易，但你的目的不是起诉，而是胜诉，对吧？而且，如果你现在换成廖佳敏，廖佳敏也要重新准备起诉材料、证据清单、财产清单等等取证工作，这都很需要时间的。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只是这个理由我不太好说。因为顾杰。对，顾杰太恨全景了，但是他跟廖佳敏关系还不错，我想要一个跟对方能说得上话的律师。如果你有事，你可以先下班，我跟罗宾的事还没谈完呢。刘英梅走了。什么走了？过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刚刚。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见客户的时候突发脑溢血。那他这算是工伤事故还是以身殉职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我是不是该换律师了？恕我直言，你现在把何塞换掉不合适吧？为什么呀？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还让人家给我打官司，这才不合适吧？你太不了解何塞了。你把他换掉就是对他最大的蔑视，就像当众给他一个耳光一样。你也太不了解律师了。律师上法庭就如同上战场，全力以赴、全神贯注都不见得能赢得胜利。你脑子里只有胜利。那当然了，赢了价值100亿，输了一无所有。除非何塞主动提出来不干了，干不了。那万一他不好意思提呢？他又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相信我，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我记得你跟何塞你们俩关系没那么好。这跟我们俩的关系好坏没关系。我刚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懂。我输不起。理解。
完全理解。我本来还犹豫我怎么去跟何塞说，但现在正好我可以借这个事情，委婉的跟他说，让他好好在家里安抚他姐姐，照顾他家人，这没问题吧？你让我想想，我会想出办法的。什么时候？明天。明天。要不要搭我的车？不顺路，我可以让司机专程送你。不必了。别客气，不是跟你客气，那是什么？不想欠你人情。我知道你看不惯我，彼此彼此吧。我不想让罗宾为难，那你就不应该回到这里来。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你也可以这么对我。我不会这么对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笑话，说我们峨眉相忌。走了。如果他一定要换掉何塞，这事儿你不要掺和。如果他不信任何塞的话，何塞是能够察觉出来的。何塞又是一个容易跟别人较劲的人。何塞是一个律师，他应该早就习惯了客户对他的质疑。我说的不是何塞，我说的是蓝红。没有人愿意接他那种客户。有的，有人想接或者肯接他的案子，这毕竟是百亿标的。那都是为了标的去的。丽娜，你不是一个刻薄的人。对，我不是，但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这个案子对他至关重要，他没有什么太信得过的人。他穷的就剩钱了，如果连钱都没有的话，他真的生不如死。我帮你叫台车吧，你最近太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你还不下班啊？我要留下来研究点东西。研究怎么帮何塞留住客户。我们所不能丢这么大一个单子。那如果输了，岂不是更丢人？丢了比输了更丢人。刘英美公司的小孩问问我们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何塞，说他姐姐找不着他。哎，罗宾，什么事儿？你在哪儿？我在医院呢，什么事儿啊？哦，我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随时可以赶过去。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处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那你节哀顺变。他在医院，应该已经联系上了。喂，姐，我们刚才去医院找万医生取证了，他刚刚做完手术，在手术室门口碰上了。啊，那个何塞还跟你在一起吗？啊，怎么了？丽娜说，何塞的姐夫刘英美脑淤血，突然去世了。
他姐姐情绪激动崩溃了，现在在医院呢。我问问，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呢。好。怎么了？你姐是不是不信任我呀？没有，她想混律师吧？你别多想啊。我没多想，我听说了。我听说人家给她介绍了廖佳敏。刚才在手术室，你姐给你打了个电话，你没接。不，你不用跟我转移话题。你姐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你姐受刺激了，进医院了。罗宾提议，以后凡是遇到重大疑难还有复杂的案例，必须开会讨论。这样案件的代理情况，不光体现了经办律师的个人水平，而且还体现了我们律所全体的集体智慧，同时也避免了经办律师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案件受理受到了影响。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提议。案件是谁办理的？是律师，律师也是人，人就会受到情绪的波动，造成情绪波动的影响有很多方面，比如个人家庭、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等等等。我怎么觉得这个提议针对性很强啊？不，何塞，你经手的案子确实符合这几个条件，但是现在罗宾手里类似的案子非常多，不是针对你。但是要从我开始，对吧？你总是这么一语中的。好，散会。罗宾他这是针对我，他这是在帮你，帮我，他是要插手我的案子。是蓝红想要换掉你，他说服了蓝红。准确的说，蓝红确实有这个念头，他想换成廖佳敏，但是经罗宾这一通说服，不换我了。但是我要向他罗宾汇报，向集体汇报。他就是集体，集体就是他。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打了我的脸，他打完了，你让我冷静。不是你说的吗？脱面自干，怎么现在人家还没脱你的面呢？你就已经气成这样，腾云驾雾了。我都安排好了，你带着淼淼直接出国。姐，我都不敢告诉你，我这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无数的威胁和恐吓我的短信和电话。OK， 威胁我、恐吓我，我不怕，但是我怕他们对淼淼动手。那你带淼淼走啊？不讨论，就按我说的办。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我等一下打给你。你怎么了？自己看。马上让何塞发律师函。告谁啊？告你姐姐？这事跟我姐有什么关系？据知情人爆料，看见了吗？这个知情人就是你姐姐罗琦。不可能，罗琦他不会的。不会吗？你不看你姐微博的？我都不知道他有微博。
看清楚了，采樊琪琪这个就是你姐。她在上面骂我说我从小就爱钱，爱有钱人，抛弃了英俊潇洒的男朋友，转而攀了高枝，嫁给了这个什么黄土埋半截的有钱客户。法官判又不会根据谁在微博上说了些什么。是，你姐这个微博明显就被人指导过的。能不能冷静一下？我不能冷静，我告诉你，现在每分钟就有人跑到微博下面蜂拥而至的骂我，我都被骂上热搜了，你看不见啊？在所有的事情搞清楚之前，请你能不能先冷静地跟我说话？战斗已经打下，敌人用了最卑劣、最无耻的手段，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这是诽谤啊！我一定要告到他家破人亡。不什么意思？不，就是因为采樊琪琪是罗琦，也就是罗宾律师的姐姐。罗宾，你不能因为她是你的姐姐你就护短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大义灭亲，不要上当。不要乱了手脚，好吗？我们要清楚我们现在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到底是要告孙超越还是采樊琪琪？这两者不矛盾。那好，如果我们先告采樊琪琪，那么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被吸引到这段梦断豪门上。更关键的是，采樊琪琪用的是春秋笔法，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很难构成诽谤。他这是在侮辱我。不，罗宾说的这个有道理。你现在一怒，等于是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向，但是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要先干翻孙超越。你现在要做的是唾面自干啊，就是即使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你被炒了，你不擦它啊，依然被炒了。什么我就被炒了？听不懂。你被炒了。哀兵必胜，你也可以发一个微博。我凭什么呀？我不会期期哀哀。用不着期期哀哀，就实事求是。第一，你丈夫生病期间，你的小叔子隔离了你跟你的丈夫，让你见不到他。第二，你的小叔子让你签了一个委托看病的协议，正是这个协议，你的小叔子在医生反复提示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让他转院，并且在转院的过程当中导致他去世。第三，你小叔子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移了你丈夫所有的财产。第四，这个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不代表你丈夫的真实意愿。我可以去给平台发一个律师函，让他们删帖，不许转发。平台一般不敢惹这样的麻烦。然后我会再组织一拨人来采访，题目就叫做“百亿富豪突然离世，财产被算计，100亿资产零继承”。最关键的是，马上申请诉讼保全，让孙超越1分钱都动不了。他是生意人，这会对他形成致命的打击。好，这就去办。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到办公室再说吗？我怕会出人命。这个套真的是太合法了。
所以啊，我们现在特别着急，这个委托书要赶紧撤掉，不然的话，房子真的被卖了就来不及了。你让麦飞明天上午去司法局投诉，让司法局给公证处打电话，要求撤销这份委托书。然后让麦飞去公证处找到骗子当时带他爷爷去公证的录像。关键是刚刚您也看到了，还有一个贷款协议，真的签得非常的糟糕。如果爷爷不能按时还款的话，他们是可以跟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麦飞报案了吧？报了。去派出所拿着受案回执，让法院暂停执行。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吗？没事儿。那个罗老师，谢谢您，晚安。那里。喂，姐，你在哪儿呢？我这就回家。何塞给咱们找个地方住，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住到这里。我呢，把地址发给你。我觉得物业和保安还都挺好的。那我就走了。我们家这几天特别吓人，每天睡到半夜了，就不知道是谁在底下按门铃。没事，我这儿安全，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今天一回家，门把上挂了一死鸡，我姐当时就吓疯了。我姐是属鸡的。这都什么下三滥的手法呀！你住哪儿啊？我上我姐那儿住去，正好我姐夫去世了，我也去陪陪我姐。啊，对了，那个淼淼啊，她要是没人照顾，你就放我姐那儿去，反正这都住一个院里，方便。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我有件事要和你说，要紧吗？和蓝红有关。如果你要是劝我别管，我昨天晚上见到原野了。如果，比如说，有人让我证明一件事情，但是我可能当时不在场，但是这件事情肯定发生过。如果我见证了，会有问题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清楚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孙超越的律师来找我，让我说孙浩瀚立遗嘱的时候我在场，我见证了。但是当时你没在。但是肯定有遗嘱的呀，他都给我看过。我劝你最好不要做。但是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的。别信。你不会已经……我录了，也按照他要的写了。那你现在赶紧告诉他们，不行。但是他又给我买机票，又帮我安排学校。哎，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那能不能让原野？不能，他已经后悔告诉我了，他不会替你作证的。可不可以让他？不可以，他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出卖他。那你一定要拦住他，不能让他做伪证。拦住了，他已经拒绝了。要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拒绝。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发的就是电子邮件。难道说真的不能让？不可以。好吧。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我还应该谢谢你，至少让我知道了他们的遗嘱有毛病，只是我暂时没有证据。你绝对不能把原野牵扯进来。你不会不知道我的办公室有监控吧？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是逗着你玩的。好吧，我的确是被你逗得比刚才开心多了。
谢谢。不客气。他们估计会谈崩。罗老师，您找我？蓝红的案子很快就会进入庭审阶段，何塞想让你去帮点忙。他们不是正在和我们聊庭外和解吗？因为我们申请了诉讼保全，所以他们不想被拖入漫长的司法过程。是因为他们输不起吧？谁都输不起，谁输了谁就是零继承。去给我拿一下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啊，我这儿有，我给你拿吧。尽快。好。我们如果要辩论，大可以上法庭上辩论，没有必要来这里。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庭外和解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在外面抹黑我姐，说我姐是蓝金莲。你们也抹黑我们的当事人啊，把他说成是一个欺负孤儿寡母、侵占亡兄家产的人。那不是抹黑，是事实。事实是，浩瀚超越集团是孙浩瀚、孙超越兄弟俩共同创立的。不，公司是由孙浩瀚创立，弟弟孙超越是追随自己的哥哥。浩瀚超越集团的股份，自集团创立之日始，至孙浩瀚先生去世之前1周，一直是孙浩瀚先生占60%，长子孙然和其弟弟孙超越先生各占20%。为什么没有蓝红女士的呢？蓝红女士嫁给孙浩瀚先生，也不是1年2年了。我姐之所以没有股份，是因为我姐夫曾经说过，我姐夫的就是我姐的。确实，如果没有遗嘱，你姐夫的也许可能是你姐姐的，但是现在是有遗嘱，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可如果真的上了法庭，你们这份遗嘱很有可能会被判作无效。我不明白你是从哪儿冒出来这种错得离谱的预判啊！如果你们的遗嘱真的一点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你们又何必坐在这间屋子里，跟零继承的法定继承人在这儿谈条件呢？因为你们申请了诉讼保全啊，这对于我们都是煎熬。我们知道，这个案子的审理肯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起草了一份和解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蓝红女士可以拿到1个亿。我不接受。我劝您接受，因为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血战到底，您将是零继承。不，如果我们胜诉，是你们的当事人零继承。所以，请提醒你们的当事人，诉讼有风险，应诉需谨慎。事实上啊，我的当事人并不想和解，是在我们的极力劝说之下，才有今天的会面。机不可失啊，1个亿不能太贪了。对啊，这1个亿呢，的确是不少了，但是因为你们的手段太卑劣，所以现在啊，1个亿不够了。今天之内签署都有效，否则我们只能对簿公堂。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收买威胁了所有可能的证人，
我们就没有证据证明你们的遗嘱人设立遗嘱的时候，是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吗？遗嘱最重要的是遗嘱内容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相信法官在了解了遗嘱人的真实婚姻生活之后，会认定这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们有证据表明，在孙浩瀚先生生前，没有一个除夕是和蓝红女士一起过的，每次过年都是和自己的儿子还有他自己的兄弟孙超越一家人一起过的。孙浩瀚在哪儿过年，和谁一起过年，跟继承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过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它绝不等同于其他节日，这就代表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呀。任何一个人也绝不接受把自己和家人辛苦打拼出来的巨额家产留给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吧。是的，王律师在这一点上说的非常对，但是你太不小心了。你的笔记本里有一些内容，足以证明你们这份遗嘱是无效的，而且你的邮箱里还有一封邮件，也足以可以让你丢饭碗。什么意思？你真的忘了吗？罗琦毕竟是我姐姐，我的亲姐姐，我们姐弟情深。我是在救你。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64条，律师不得向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他妈无耻！冷静，你是律师。行，好了，不哭了啊！这是干什么呀？你跟我讲讲，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什么人啊？这都是。孙超越给气疯了，大骂王丽是白痴。你怎么了？孙超越约我打球，说不定他觉得反正你已经抓住他的把柄了，不如跟你说说软话，掏掏心窝子，也许你心软。王丽被炒了，难道这不是个好消息吗？律协请我去给年轻的律师讲课，我想给他们讲录音证据的取证技巧，来一起去，以漫谈的性质。对不起，我有事出去一趟。哎，我们不是说好了相互支持吗？私自录音是否合法有效，要看来源是否合法，是否经过剪辑。来源合法的，未经过剪辑的完整的录音是可以不经过本人的同意，就到法庭上就作为法庭判案的证据的。
那什么叫合法来源呢？举个例子，如果我在你家里安了一个窃听器，那就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公共场合，我偷偷的录下了我们之间的对话，那么这个就是合法的。你赢了，你不甘心？的确有点不甘心。那我们再打一场。别，先歇会儿。我呢，不是一个想要霸占寡嫂家产的人。而且我跟你说过，我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打网球。而且那个时候啊，我教练跟我说，我要是好好练，真可以打职业赛。私自录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取证对象发现你正在录音。所以选择录音设备一定要选择体积小、易隐藏、音质高、待机时间长的录音设备，最好是可以进行复制的。对了，我特别喜欢跟你打球，虽说我没赢过你吧，但是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是唯一一个打球能赢我的人。那可能是大家都知道你太喜欢赢了，故意让你赢的。的确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尊重能够打赢我的人。好，那我争取以后每次都赢你。私自录音，又不被对方察觉，还让对方和盘突出，除非对方是对你极其信任的，至少是对你有好感的人。你直接说你的问题。利用别人对你的信任，来套取录音，以便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来击败对方。您不觉得这种间谍、卧底，都是凭借对方的信任，得到情报，从而击败对方，这有什么错误吗？律师这个职业本身就会引起内心极大的冲突。如果你太软弱，我建议你换一个行业。我们啊，真的是白手起家，我也没有结婚，公司就我们3个人，我哥、我嫂子。那个时候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啊。我说的嫂子啊，是苏萍，挺好的一个人，又生孩子又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候她大着肚子，还每天在外面跑销售呢。家业就是这么整出来的。我跟我哥的股份分配是他60我20，那是因为我哥把他的1半的股份给了苏萍，后来苏萍去世了，就把他那30又搁回我哥那儿。如果你是我就想问问，你会不会把你哥还有王嫂的股份拱手让给一个1天都没有跟你们打拼过的女人？那你哥，他应该早点立遗嘱。从他发病到走就半个月，他时间太快了。而且在我的世界里，我认为，就是因为蓝红的照顾不周，我哥才会生病。在我看来，那就不是一个能够照顾家的女人。可就算你再讨厌蓝红，你也不应该不让他见你哥呀。我哥那个时候神志不清了，谁也不认识，我怎么让他见？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那小姑娘才2岁。我是不想让那小姑娘看见她爸爸最后那个样子。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哎，我今天请你来哈，我真是拿你当朋友，我是真想问问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是，那遗嘱呢？
是我打印的，但那的确是我哥的意思。我了解我哥，他要不是因为发病那么快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让我来做这个接班人。那不可能是蓝红啊，他一天都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怎么会把上百亿的家族企业交给他呢？可是你哥不会让蓝红零继承。我之所以写零继承，那是因为蓝红在外面的口碑。他如果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把家产给他呢？他必须是零继承的。如果他能够本分，踏踏实实的，我绝对不会亏待了他。你也可以去问问，这么多年，哎，我上一个嫂子跟他生的孩子，我是怎么带的？我对那孩子比对我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呢呀。我相信。可是王丽应该提醒你。他的确提醒我，他也跟我讲了，如果真的要提到司法鉴定的话，鉴定的结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肯定是零继承。啊，咱扯句题外话啊，他可真不是我开的啊，是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没脸见我，他才自己走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因为他跟你姐，我也知道你姐肯定是站在你那边，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毕竟血浓于水啊，亲情关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替代的。哎，如果你能够理解你姐，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跟我哥现在的关系。毕竟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不可能把我跟我哥打下的天下拱手让给他吧。那这样，我去做蓝红的工作，我说服他，你们庭外和解。公司由你继续来经营，但遗产，你虽然蓝红的孩子，4个人每人1份，你可以接受吗？我就知道跟你能谈成，而且我发现，现在好多律师啊，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越谈事越多，还不如我自己谈呢。我不能接受。为什么？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怎么跑到我们家，当着我妹跟我女儿的面跟我宣布遗嘱，告诉我零继承。如果遗嘱有效，你就是零继承。但这个遗嘱不成立，这遗嘱根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是在他哥哥丧失行为能力之后。如果孙浩瀚还活着，他有机会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写一份遗嘱，你认为他会让自己的亲弟弟零继承吗？遗嘱应该体现的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而你我都清楚，孙浩瀚的真实意思，就是既不希望你零继承，也不希望孙超越零继承。如果他真的在天有灵，我相信他一定希望自己创办的公司能够基业长青，你跟你们的女儿能够安居乐业。而不是为了他的遗产打得鸡飞狗跳、反目成仇，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为什么让蓝红签字啊？这是一个相对公平，而且可以让他们释怀的协议。不，我是蓝红的代理人，不是你。这是我的案子，
本来我是可以打赢的，全胜。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案子去打，案子当然有输赢。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赢了孙超越零继承，你输了蓝红零继承，他们都输不起。所以和解是风险最小的选择。我没有替他们做决定，我只是给了他们一个选项而已。在角逐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星光将是模样，别去想那些失望梦想，都终将绽放，终将绽放。出去啊？啊。这电梯怎么这么慢呢？饭点吧。也是啊，每层都有人吃饭。上不上电梯啊？抓紧上吧，都等着呢。上。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找你呀，怎么？我找你还要提前跟丽娜小姐约下时间吗？当然不用。怎么了？你们要一起出去啊？没有啊，我们俩就是刚才在这儿刚巧碰上。你知道人家怎么说你们俩吗？咱们在这儿说，走，去我办公室。你怎么从楼上下来？我找你啊。找我？找我？你上楼干什么呀？你管呢？姐，你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一定要找我问我。我就是找你问你啊。王丽去哪儿了？什么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你们俩最近一直没联系吗？我去找他了，还去了他的律所，说他辞职了。哦，你还没吃饭呢吧？咱俩好久没一块儿吃饭了，走，一边吃饭一边。我还去开家长会。那也得吃饭啊！家长会几点？我不想跟你吃东西。你真没干过什么亏心的事儿？绝对没有。那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辞职？他本来是要代理蓝红小叔子的案子，结果后来人家叔嫂和解了，不打了，所以他就不干了呗。我再问你一遍啊！我再问你一遍啊！你确实在里面没干过什么事儿？那肯定有我的事儿。你刚才说没有。你说我有没有做过亏心事儿？那我肯定说没有，我没做过亏心事儿，我做的都是好事儿、良心事儿，助犍为离，化干戈为玉帛。你正经点。我很正经啊。王丽怎么你了？你老不说她好。道不同不相为谋。哪里不同了？他老想把这个案子打成世纪争产大案，就是那种天天上新闻、上头条那种，恨不能热热闹闹的打上好几年、好几代，就跟有些歌星、作家，一首歌、一个作品能吃一辈子那种。别扯东扯西的，我都听不懂。我没扯东扯西，我说的是真的。哎，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你上楼干嘛去了？找谁去了？你说话呀！
说说你的事儿吧。说我什么事儿？你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你们俩的吗？我们俩，我跟谁？你看过一本小说叫《阳光下的罪恶》吗？还拍过电影了呢。看过啊，当时咱俩一块儿看的嘛。有一对渣男渣女，女的让男的去绑一个富婆，哎，还真让他绑上了。完了以后呢，就把这富婆杀了，一起分了她的财产。你记得还挺清楚。那当然了，你们俩都再演一遍了，我还能记不清楚吗？哦，就人物关系反了一下。现在女的去傍大款了，哎，傍大款成功，大款还生病了，男的当了律师，帮他一起分了大款的财产，女的还得逞了。姐呀，你要听这些胡说八道，那还有完吗？你就不能自爱一点？我怎么不自爱了？你自爱还跟他同出同进啊？我没跟他同出同进，你误会了。我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俩就是正巧在那儿碰到。哎呦，还真巧。就是巧啊，我刚才还在那儿碰到你了呢，你说巧不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是不是就是上去找龙科了？我走了。什么你就走了？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去干嘛去了？喂，你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行，你不想说就算了，那你能不能稍等会儿，我让司机去送你？我叫李晨专车了。姐，真的碰到什么事儿的话，你首先得告诉我，我是你弟弟，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说？我电梯来了。哎，你能……哎，等会儿，谢谢，谢谢啊。你是不是想知道今天罗琦是来找谁的？找谁？麦飞。麦飞？他为什么找麦飞？今日龙科头条：为什么全景律所当家律师的姐姐要到龙科律所找弟弟曾经的助理咨询？说得非常清楚，谢谢。不客气。再接再厉，绝不骄傲。罗律师您好，您是来找廖主任的吗？不，我找麦飞。哦，那个麦飞啊，麦飞他可能在茶水间呢吧？没有，最后乔治给他要过去了。我姐找你干嘛？她是您姐姐，您还是去问她。我在问你，罗琦到底找你干嘛？我没收她咨询费，但我也不能把她问我的事随便告诉您啊，希望您能理解啊。哦。哎，罗律，我爷爷那事儿我还一直想感谢您呢。幸亏司法局让公证处及时撤销了公证，我们家房子算是保住了。不用谢，本来我也不是帮你。我虽然不能告诉您什么事儿，但我建议您去看一眼您姐姐，去她家，越快越好。谢谢。来了。嗯，你怎么来了？你在干什么呀？收拾屋子。小安呢？去他爸那儿了。你到底怎么了？啊？没事儿。到底什么事儿啊？你非要找别人不找我？您可是大律师，我们老百姓打一个官司，顶了天了几百万，你可看不上。到底怎么了？本来都商量好了，买一个大点的房子，和小安一起住，然后再生一个一家4口，挺好的。然后他那边就交了定金了，我想了，我们也得做点贡献呀，就把房子卖了吧。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摊上这么一个冤没头债没主的事儿。我就记得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问你。那这房子能不能跟中介商量一下不卖呢？都跟人说了，哪怕贴点钱都行，人中介不干啊。人说了，如果你不卖的话就告我。我问麦飞了，人麦飞说一告一个准儿，到时候我还得赔双倍的违约金。那这房子你卖了，你住哪儿？基于有个亲戚说他那儿有个旧房子，让我住一下，就凑合吧。到时候看有机会再买一个。但是我都问了，同等价位的这个户型算是买不着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说也就算了，基于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没让他说。那王丽知道吗？跟他说什么呀？你这边房子都卖了，我自己愿意的，跟他没关系。姐啊，有件事儿，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基于有孩子了，我知道。不是。那是什么？你又跟蓝红好啦？当然不是了，啊、不是。那是什么呀？哎，你快点说呀！我没有心情跟你磨磨唧唧的啊。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跟你说了，你不真生气啊？嗯。你保证？保证。不生气？不生气。保证不生气？哎呦，有完没完啊？赶紧的。是这样。你是我亲弟弟的吗？你是敌人派来的吧你？你这个王八蛋你！我说呢，怎么好好的人就走了？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我缺心眼儿啊！我偷看他的笔记，然后我再偷偷告诉你，我图什么呀我？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是你不可能做，但是他笨啊！你想，如果是我，他要炸我。我肯定不相信，不光不相信，我还会当面给你打电话求证。你少找借口啊你！我没找借口，我从来没有隐藏过我对王丽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她不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信赖、可以跟你共度余生的人。她不信任你。你不要挑拨离间。我问你，如果王丽当时跟你这么说，她如果说罗琦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到时候怎么办？不存在这种可能。我太了解她了，我知道她什么人。你说她谨慎。慎重是吧？我告诉你不，他天然缺乏对人的信任。我跟你说过，为什么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这时候出现，还跟你结婚一块看房子，你就从来没怀疑过吗？我不怀疑。他虽然没有通过你的测试，但并不代表他不爱我。那代表什么？那代表失望。他多失望啊！谁受得了这个呀？你当时跟蓝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分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好好的坐下来，跟他好好说清楚啊？你不是也没有吗？都失望了，在一起说好了，再说清楚有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更失望吗？你走开！我再不想看见你，你再不要见，你出去！我好歹人家让你给毁了，你对不起我，罗宾，我告你，你今天晚上做噩梦的。走啊你啊！你走，你看看，我把房子都卖了，这个王八蛋！他多失望啊！谁受得了这个呀？你当时跟蓝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分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好好的坐下来，跟他好好说清楚啊？你不是也没有吗？都失望了，在一起说好了，再说清楚有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更失望吗？我好歹人家让你给毁了。
什么事儿？喂，罗老师，您还记得林佳印吗？怎么了？他被人骗了。最关键的是，现在是已经下班了，现在是下班时间，这是第一。第二，他不是你的客户，也不是我的客户。第三，这个世界上被骗的人很多，案子也有很多，我们要有选择性，尤其对于那些没有诚信的客户。第一次我们没有拒绝已经是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喂，你现在方便吗？我现在有点事情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你说。是这样的，我今天下午接待了一个大姐，她的情况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是被人骗了房子，而且还负了债。最关键的是，我发现带她做公证的那个人和带爷爷做公证的是同一个人，叫江俊。那个，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要不明天早上上班说吧，好吧？阿姨，您看这样行吗？我再给您加点钱。哎呦，我不是要你加钱啊，这是我自愿的。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你看一下，这是我儿子刚在携程上给我抢到的明天的高铁票，我必须得回去。我也是挺不好意思的。那好吧。罗琦并没有告诉我任何跟这个案子相关的事情，他碰都没碰过你的笔记本。我宁愿相信你上次说的是真的。你们姐弟情深，上次是我诈你，那我凭什么相信你这次说的是真的呢？因为这次我说的是实话。那咱捋一下，上一次你说罗琦告诉的你，这一次你又说此事与罗琦无关，两次必有一次是假的，对吗？首先，我从来没有说过是罗琦告诉我的，我只是说是你暗示了我，最多算误导。那你为什么来跟我说这些？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罗琦是无辜的，你不能冤枉他。请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说我笔记本里有东西，足以证明遗嘱无效？是我推理出来的。骗鬼去了！是真的，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上学的时候我就记得，你有一个爱记笔记的习惯。你会记录你跟你当事人的见面，还有谈话重点，而且你会录音。有时候公开录，有时候悄悄的录，这是一个好习惯。毕竟律师输了官司，被当事人索赔倒打一耙的太多了。你录完音会整理录音，把录音重点存在你的笔记本里，而这是你从上学起就建立起来的一个优秀习惯，这么多年你不会轻易丢掉了。好，我承认我有这些习惯。我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觉得我们的遗嘱有问题？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我笔记本里有什么东西，这是基于我对你和顾杰的认知。顾杰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但你不是，你谨小慎微，所以我想你一定是发现了这个遗嘱有问题。你去建议顾杰跟我们和解，同时提示了孙超越，而提示的方式是电子邮件。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对方会提出司法鉴定。
如果司法鉴定的结果不利于我们，法庭判定遗嘱无效，那您就是零继承，这个官司的风险太大了。我会零继承吗？如果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您是第2顺序继承人，而蓝红是第1顺序继承人。如果遗嘱无效，或者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您确实是零继承。可浩瀚超越是我跟我哥建立的。我们可以跟蓝红庭外和解，蓝红也输不起，因为他也不敢断定司法鉴定结果就真的不利于我们。万一法庭判定遗嘱有效，那他就是零继承。我们认为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就算你料事如神，就算你的推理是对的，你都猜对了，那你今天来又把整个过程说一遍，是为什么呀？罗琦很伤心，我就知道，罗琦很伤心。罗宾啊，你这个算盘打得也太好了。现在官司结束了，和解协议也签了，你现在跑过来说服我要接你姐的盘子，对吗？所以你才假惺惺的告诉我这一切跟你姐没有关系。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只是不想让你……你让我怎么想？让我承认你有强大的推理能力吗？你所有的证据，其实就是猜，就是诈唬。我有证据，我有录音了。好，我无所谓。我也录了，我就是为了让你说出这一切，我才假装这么说的。现在我有证据了，证明你所有的推理都是猜的，与其说就是诈。我再说一遍，我有证据，而且是完整的录音，是孙超越亲口承认的。所以，如果你想指望这个翻盘，完全没可能。我不信，你永远也搞不清楚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这就是你的问题。你缺乏判断力。凭什么呀？孙超越凭什么向你承认啊？而且是亲口承认，他跟凭什么？你一样，他觉得我已经有了证据，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我推心置腹，将心比心。他是一个生意人，他已经测算过风险和收益的比值，这对他而言是最好的方案，不是吗？说不过就动手。想赌点什么吗？你说。我赢了，向罗琦道歉。可以。你要输了，你说，向所有人道歉，书面的。向罗琦道歉。